殿下，姬恒，那是我的孩子，那是我的骨肉啊！江云抢了孩子，他害我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姑叔，姑也知道那孩子是你的。你知道？江莹能给姑将军府的支持，而你，不，姑需要的是一位家世清白的太子妃，而不是一个卑贱的丫鬟。卑贱！原来这10年的情分只值卑贱2字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处理干净。我这难道是重生了吗？前世我在这个月里受尽白眼，小心翼翼护胎，却不知是为仇人养了一个踏脚石。上天有眼，既然让我重活一次，那前世我受过的苦，我要你们100倍奉还。哟，还睡着呢！你这不知检点的货，真当自己是怀了金疙瘩的主啊！滚出去！敢这么跟老娘说话，小姐在院子里等着问话呢。全府上下谁不知道你半年前溜出去跟野男人厮混？小姐心善留你一命，你还在这拿教？张妈，记清楚你今天的嘴脸。小姐叫我，我自然会去，轮不到你在这狗仗人势。你长本事了，走，我这就告诉小姐，看小姐怎么收拾你。江莹、姬恒，既然你们想要这个孩子做皇位的筹码，那我就给你们找一个尸身不见底的真正的索命鬼。孽障！我江府历世100年，门风清正，怎会养出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？你这是要把老夫的脸丢进护城河里去喂鱼！来人，拿家法来，给这败坏门风的人乱棍打残，扔到郊外乱葬岗去！爹爹，且慢！爹爹，且慢！爹爹，芸娘虽然犯下弥天大错，但她毕竟伺候女儿多年，情同姐妹。芸娘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爹爹饶了她这次吧。江莹，你可真能装啊！前世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爹爹，我找到芸娘时，她正躲在山洞里和那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厮混，我拉都拉不住。莹儿，你就是心肠太软，这种人留着只会是祸害。若是打死了他，岂不是让外人觉得咱们江府刻薄？况且那毕竟是一条小生命，就当是为女儿积德，把她关进柴房，不让她出来见人便是了。江莹留我一命，根本不是为了积德，而是为了日后等太子找来时，能有一个活生生的证人去替他受过，顺便抢走那个孩子。既然莹儿为你求情，就先留你一命，拉下去，锁进柴房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给他吃喝。江莹，这救命之恩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井酒还给你。你们都在外面候着，我有话要单独问芸娘。芸娘，你怎么就那么倒霉，偏偏怀孕了呢？小姐，奴婢不明白，那日坠崖，奴婢拼死护着你，你为何要在老爷面前说奴婢是去厮混？这可不能怪我当初冤枉你，毕竟若被人知道我们遇到了歹徒，我的清白也会不保，只好牺牲你的清白了。你是卑贱的丫鬟，我是将门的嫡女，你的清白值几个钱？能保全我的名声，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福气？前世我信了你的鬼话，以为你真的迫不得已，却不知你不仅要毁我清白，还要在5个月后剖开我的肚子，抢走我的骨肉。不过我留了你一命，你也该知足。你不杀我根本不是因为仁慈，姬恒临走时说过会来找人，你杀了我，姬恒找上门，你怕你没办法冒充那份救命之恩吧？芸娘，这毕竟是个生命，你就留着吧，好好养胎，等那天生下来，我就给你一笔银子，还你自由。你该谢谢我，给了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前世就是信了这还你自由的谎言，才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不像人一样活着。多谢小姐恩典，奴婢一定听话。你知道就好。这几日我会让陈嬷嬷给你送点好的吃食，
别让那孩子长得太瘦弱。自由，江莹，既然你想要那份救命之恩，想要那富贵荣华，那我就送你一份，让你全家都消受不起的大礼。让你全家都消受不起的大礼。还我自由，江莹，你这种人的自由只在乱葬岗。摄政王玄威，那个此时正身陷囹圄、被太子死死压制的男人，他是这世上唯一的变数，也是前世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点人性。玄威，你现在应该很需要那枚虎符吧？而我正好知道他在哪。小姐，奴婢昨晚想了一宿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愿为小姐当牛做马，只求小姐能容下这个孩子。改主意了？小姐说的对，这毕竟是个生命，奴婢一定好好养胎，保护好这个小生命。只要小姐开恩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奴婢随小姐处置，要杀要剐，绝无怨。终究是个贪生怕死的贱婢，只要给一点虚假的希望，就能随意拿捏。这就对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不仅这孩子能活，你也能活。陈嬷嬷，从今日起不必再把他罢关在柴房了，免得伤了胎气。谢小姐隆恩，奴婢定不负小姐厚爱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小姐，奴婢有个不情之请。柴房灰尘大，恐怕不利于养胎，主子能不能给奴婢一个恩典，让奴婢去做采买？果然是个眼皮子浅的，刚得了点好脸色就想着捞银子。采买，你倒是会挑位置。你觉得你这个身份适合出府露面吗？小姐，奴婢不是为了银子，采买能接触到外界的药材和补品，奴婢想亲自挑最好的，给小姐养这个孩子。况且采买多在菜市场行走，没人会注意奴婢，那是我未来当上太子妃的唯一入场券。只要芸娘能把孩子养好，给她点甜头也无妨。行了，既然你一片心意，那就去吧。陈嬷嬷，拨一个单独的小院给她，出府采买时你派人跟着。谢小姐。来青菜嘞，新鲜的。你这菜都蔫了，还卖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姑娘怎么说话？我这菜都是刚摘的，新鲜着呢。跟着吧，等你们习惯了我每天的出没，就是我见玄威之时。摄政王，你应该快到了，皇位想要吗？我这肚子里不仅有太子的命，还有你的黄图大印。哎呦，瞧瞧，这好大一张脸啊！来了个不知哪儿来的野种，还好意思跟主子求恩典？可不是嘛，这采买可是肥差，落在这种不知检点的烂货手里，真是老天没眼，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。平日里装得跟个闷葫芦似的，爬床勾男人的本事倒是一流。我看他那肚子，没准就是……我开我的窗，碍着你们什么事了？你疯了吧？你竟敢拿窗户撞人！你们站在我窗外嚼舌根，撞死你们都不为过。若是不服，大可以去小姐面前告我一状，就说我这个怀着贵子的人不小心手滑了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没规矩的奴才！你们再喊一句野种试试！来啊，砍了我啊，砍了我！万一真出了事，依照小姐的性子，绝对不会让我好过的。你们在怕什么？不要欺人太甚！小姐为了这孩子，连采买的肥差都舍得给我，可见这孩子对小姐有多重要。你们今日若敢碰我一下，孩子没了，小姐知道了，你们不仅要偿命，都得陪我一起走黄泉路。你少拿小姐吓唬人，小姐怎么可能管你的？管不管？试一试便知。我现在就去告诉小姐，让她断了未来的念想，看小姐是信我，还是信你们这些嚼舌根的碎嘴婆子。云姑娘，别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哪敢啊！这只是个开始，前世你们欺辱我，这一世我要你们跪着送我出府。住手！陈嬷嬷，您可来了！
闹够了没有？小姐让你安心养胎，不是让你在府里兴风作浪的。陈嬷嬷，小姐让我养胎，可这几个奴才口声声说小姐不会管我的野种，他们打的不是我的脸，是小姐的脸。若这件事传出去，外人会怎么想？会觉得小姐言而无信，还是小姐在暗地里刻薄孕妇？这对小姐的清白名声，怕是大大的不利吧？他竟能看透小姐的软肋，小姐留着芸娘，就是为了日后的太子妃之位，名声绝不能有损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背着小姐嚼舌根，每人去领20大板！嬷嬷饶命啊！陈嬷嬷，20大板恐怕难以服众，他们打的是小姐的脸，若不能替小姐惩治他们，我寝食难安。那依你看呢？得80大板。那依你看呢？得80大板。虽然是小姐的意思，但你也不要趁机作威作福。怎么叫作威作福呢？我是在帮小姐立威啊！若不重罚这几个，以后谁还敢对小姐的命令存着敬畏之心？跟吧，只要你习惯了我每天在这几条街晃荡，你也就习惯了我的存在。摄政王南下就在这几天，快了，玄威，这一次我不是前世那个只能等死的小乞丐，我是送不上皇位的贵人。芸娘，你给我回来！住手！住手！这双眼睛竟然和前世那个在漫天风雪中背着我去追马车，最后抱着我一同死在棺材里的小乞丐一模一样。是你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王爷，求您救救我！我怀了太子的孩子。年纪不大，心性却格外坚韧，能经历这么多还活到现在，实属不易。王爷谬赞，奴婢只想活着，所以必须来找王爷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等太子来找你？他既然留了话，你若能入东宫，岂不是一步登天？东宫，我家小姐江莹不会让我活着见到太子，她想借我的肚子冒名顶替。而太子，他亦不会想要一个出身卑微的丫鬟做他的太子妃。所以，你想当太子妃？不，我不求荣华富贵，只要王爷能保住我就好，只要能活下去。奴婢愿为王爷手中的一枚棋子，帮王爷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比如太子留在江府的那个东西，以及太子的储君之物。你这女子倒真是有趣。王爷救我一命，我还王爷锦绣山河。王爷，您南下并不只是为了巡视，而是为了寻找弄丢的虎符吧？谁告诉你的？顾言之还是太子？没人告诉奴婢，只是奴婢在想，半年前太子身中魅毒，却能从王爷的追杀中逃脱，除了借奴婢解毒，他最需要的是藏匿一件足以致命的赃物。当初太子离开前留下一句会来寻我，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寻我，而是来寻他留在我身上的东西。虎符就在你身上？不，当时奴婢昏迷，那样东西一定被江莹捡走了。江莹虽然虚荣，但江老爷是个识货的五品官，他认得出那是能换取荣华富贵的筹码。好一个聪慧的丫鬟！本王派了几百人在附近搜寻半年无果，竟不知那东西就在江府的深宅大院。太子想用虎符威胁王爷，江莹想用虎符换太子妃之位。王爷，若您现在以当初那个男人的身份登门，您猜江家会如何选？你想要什么报酬？只要活着，只要能看到江家和太子万劫不复，就是给奴婢最好的报酬。事成之后，我会保下你，但你腹中的孩子，那是太子的血脉。月份太大，已经来不及打了。倘若王爷不想让他活，等他生下来，任凭王爷处置。虎毒不食子，
你忍心？我若能护住他，必然会护。可若我护不住他，还偏要大义凛然的将自己也搭进去吗？难道我说我会舍命护他，王爷就会留下这个隐患，放我们母子离开吗？好一个清醒的芸娘！本王见过无数妇人为了孩子哭天喊地，却从未见过你这般拎得清的。明日，本王便带你去江府，你丢失的清白，我要江家全族用命来偿。多谢王爷恩典，奴婢很期待江莹看到王爷拿着虎符时会是什么表情。摄政王驾到！江莹，我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是带着阎王爷回来的。芸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下官叩见摄政王，王爷恕罪。这贱婢，这丫鬟昨日刚从府中逃走，她生性顽劣狡诈，王爷千万莫要被她蒙蔽了。几个月前，我途经此处，遇到一位救命恩人，正是芸娘。我就是为了她的卖身契来的。王爷，这丫鬟昨日刚从我府里逃出去，在府里名声也极差，是出了名的。她怀着野种，怎会是王爷的恩人？你的意思是本王识人不清？下官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王爷只听他一面之词，万一找错了人，岂不是酿成大错？王爷何不告诉下官，当初救命恩人是如何搭救您的？下官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找到真正的恩人。江老爷，你以为换一个女儿就能救江家，却不知你亲手捧出来的那个恩人，才是江家的索命鬼。这事不好说，并不光彩。别的也计算了，我还掉了一样东西。王爷说的可是一枚虎形的玉佩？正是。何其有幸，那枚玉佩被小女江莹捡到了。下官当时还在想，那是哪位贵人的东西，原来是王爷的。原来小女江莹才是王爷的真恩人，下官这就让小女来见王爷。不必了，我只认玉佩不认人。你女儿就算长得天仙一般，我也不想见，只管拿玉佩来。若真是我丢的那一枚，我自有重谢。曾去内房取物。真是多谢江老爷了。王爷客气，这是下官和小女的荣幸。既然误会假开，那这芸娘为表感激，本王就娶了芸娘吧。王爷，那小女……我管她，她若是也想嫁给我，就跟着芸娘当个通房。江老爷，这通房之位，江莹一定会喜欢的，就像当初我住柴房一样，她也会习惯的。王爷呢？王爷在哪儿？王爷！这不是他，这不是他！胡说什么呢？这可是摄政王，快跪下！摄政王？怎么会是摄政王？那虎符……如果这个手持虎符的人不是太子，而是摄政王，那刚才交出虎符的举动，
无疑是在向太子的死敌投诚。等摄政王回京，太子定会知道虎符是从江府流出的。无论哪一方赢，江家都必死无疑。咱们江家要完了！我的卖身契呢？江莹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你的替死鬼，我是送你们上路的引路人。芸娘，不，王妃，您瞧，当初在府里欺负过您的那些奴才，下官都下令处置了。您看，这气儿可消了。江老爷客气了，只是我想你比我更清楚，我真正的仇人是谁。如果我伏法了，你会放过我女儿吗？不知道，看我心情吧。芸娘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。都说恶人连心肠都是黑的，你们这些人的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呢？江老爷已伏法，这是他留给娘娘的东西。原来恶人的心也是红的，可惜再红的心也掩不住里面烂透的坏。打算怎么处置这大礼？回京前总要亲手还给小姐，毕竟这是她生平最爱她的父亲留给她最后的东西了。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！难道我会放过你吗？欺负你的是下人，毁你清白的是太子，只有我什么都没做，你有本事就去找太子！你放心，害过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要送你一份大礼，这是你爹给我的礼物，现在我把它还给你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死！我被你拉住了一次，这一次还想故技重施吗？成了。圣上大怒，已触夺了姬恒的太子之位，将其贬为庶人。圣上为何如此气愤？不过是一枚虎符。皇兄极为看重德行，当初太子能成为太子，就是因为他在一众兄弟中德行最好。如今他坚守自盗，陷害皇叔，便是触了皇兄的底线。难怪前世姬恒非要娶救命恩人，全是为了维持他那虚伪的德行。那太子被贬为庶人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会怎么对落败的我，我就怎么对他。你想要的名分，本王会给你。奴婢不求名分，只求能安稳生下这个孩子。安稳？入了我这摄政王府，你便再也没法安稳了。这京城的风浪才刚刚开始。这4个月来，在这里感受到了2辈子从未有过的安稳。王爷，奴婢大胆，想请教王爷名讳。玄微，
我叫玄威。我叫玄威。难怪他会救我，难怪他眼中有种熟悉的温存。你怎么了？王爷，来人，快来人！王爷严令，不准任何人见他。念着。王爷，疼痛时手里攥着些东西，会好过一些。谢谢你。王爷为何不早说？习惯了。以后若是再疼，别一个人躲着。那下次你可以攥着别的东西。玄威，这辈子换我来护你。王爷，圣上。皇兄走了，太子的旧部蠢蠢欲动。京城现在需要一位皇帝。这是先帝的孙儿，正统血脉，我将拥他为帝，直至他长大成人那一日。这个位置是玄威给自己的，也是他留给阿渊唯一的活路。只要阿渊是皇帝，太子的旧部便没有了作乱的借口，而玄威将用余生守护我们母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摄政王英明。芸娘，好好活着。王爷，太后娘娘入主寿康宫已久，然垂帘听政之事自古少有，朝中已有不少议论。若非太后悉心照料幼帝，如今的大周朝堂安能如此稳固？谁有异议，尽管站出来。珠帘晃动的影子投在地面上，晃得人眼发花。玄威，那些大臣说的对，我不过是个丫鬟出身，哪里懂什么政务？这脸我不听了，我也听不下去。这大周的江山是太子的旧部在盯着，是各地的藩王在盯着。若你软弱，就会被吃干抹净。芸娘，为了阿渊，你必须学着去做那个恶人。原来这份荣华富贵是一座最华丽的囚牢，也是我和孩子唯一的堡垒。芸娘，芸娘，你有才能，也下得了狠心。倘若我去的早，护不了这孩子成年，你必须担起这个责任。你不会。好，我担。二肃后，治国策，治国策。阿渊，若有人因私怨而误国，当如何？皇叔教过我一句话：先备恩怨，非无备之罪。若穷其罪，天下是非纷争
永无止息。怎么了？可是功课太重。儿臣今日听闻了生父的事。儿臣知道，他曾那般伤害过母后，也伤害过皇叔。母后，你恨我吗？你是他的血脉，也是我的孩子。他带给我的伤，早已在你来到这个世上时，被你一点点治愈了。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你是大周的皇帝，是母后的全部。芸娘，别哭，我不疼的。胡说，怎么会不疼？你这辈子全是在为我和阿渊受苦。芸娘，你所说的前世今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前世你是个小乞丐，我是个惨遭戕害的冤魂。你背着我去拦太子的车，最后陪我死在了一口薄棺里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第一眼见你就觉得心口疼。如果不去找你，我此生如何遇见你？我不后悔。不要再找我了，下辈子你要一个人好好活着，平安顺遂。芸娘，生同亲，死同血，我一定做到。皇叔走得体面，朕定不负他所托，定要开创大周盛世。去吧，玄微，我不后悔。你等我。生同亲，死同血，玄微，你等我。娘娘，外头乱了。张阁老领着礼部的人说是王爷名不正言不顺。名不正言不顺，王爷撑着大周江山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不敢说名不正？他们说娘娘还是去感业寺为王爷祈福，还政于宗人府才是社稷府。李嬷嬷，去告诉那些老大人，既然病了，那这官也不必做了。京城太医多的是，若治不好，本宫不介意送他们去见摄政王，让王爷在皇权之下亲自给他们问诊。张阁老，你放肆！陛下，老臣是为了大周江山。太后出身卑贱，若由她把持朝政，恐惹天下笑柄，请陛下还政宗人府。清昭18年，江北水灾，张阁老长子私吞赈灾银3万两，导致灾民一子而逝，还要本宫继续读吗？谁若在此时生事，本宫不介意让他的九族去给王爷陪葬，给本宫跪下。玄微，你留下的刀我拔出来了。沈爱卿，江南传闻妖后乱政，你如何看？回陛下，臣从江南带回黑鸦组织的收买账本，那些传唱童谣的，皆是受了黑钱。本宫不需要只会写文章的家仆，朕需要能治国平天下的臣子。传令下去，调守备营，封闭城门，谁敢迈过长江一步，本宫将其挫骨扬灰。臣等遵旨。
护江府的山茶花。母后，这是何人所为？江莹的余孽终究是在江南死灰复燃了。阿渊，母后要去一趟江南，那是噩梦开始的地方，也该是噩梦终结的地方。儿臣陪您。太后乱政，否极失臣，请太后下罪己诏，还政宗人府。否极失臣，请太后下罪己诏，还政宗人府。若不然，学生今日便撞在这朱雀门前，以全名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放屁！你们口口声声说设计，我问你，清昭18年江北水灾，是谁顶着压力调了禁军舀粮去赈灾？是当今太后。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？在酒楼里作诗，在秦淮河畔骂娘。这是我从江南带回来的账本。你们口中那位清廉的周阁老，1个月前刚收了黑鸭3000两白银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再遮掩他贪污合公款的丑事。影一，金玉，去，把他带上来，我要见他。是。沈清舟，你今日救的是哀家，也是你自己。你可知这一闹，那满朝文武半数都想要你的命。微臣救的是大周的脊梁。拿着他，哀家要你做太后特使，去江南查黑央之案，顺便替哀家在民间找几个像你一样骨头硬的人。哀家要给那些寒门子弟一条命，也要给大周换一身干净的皮。你敢接吗？微臣沈清舟愿为娘娘马前卒，万死不辞。陛下今日午膳用了半碗精米红枣粥，咳声3声。林远，黑鸭的密信你藏得可真隐秘。朕待你如亲兄弟，朕舍不得吃的点心都分给你，你竟然在朕的补药里下脏东西！陛下饶命！世祖父说您不是正统，说妖后乱政，李家必须早做打算啊！影一，今夜查封林府，参与此事的一个不留。是。母后，林远虽有罪，但那些家眷……阿渊，你要记住，在这宫里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你放过他们，他们将来就会拿着刀去抢你的皇位。心软，就是送出你自己性命的那把刀。儿臣受教了。小薇，你看到了吗？在这吃人的深宫，我终究还是把那个爱吃糖的孩子教成了一个满手鲜血的君王。娘娘，不好了！今日早朝，除了沈大人和几个寒门小官，其余老大人全都称病请辞了。病了？他们这是想看哀家和皇帝的笑话，想让这大周的公文堆成山，最后不得不去求他们回来。儿臣方才去偏殿看，案头堆着的折子已高过头顶，他们这是要绝了大周的脉。传哀家旨意，凡称病者，即刻准其辞官回乡养病，3年内不得起复。出乱子也比出内贼强。沈清舟，去把那1万名通过命科考核的学子叫进来，哀家给他们梯子，只要他们敢爬，这天下的富贵，哀家分给他们。娘娘，这是从宫门外收到的，宋丽人指名道色，要给江府芸娘。江府后山的山茶花，江莹，你果然还活着。娘娘，影卫查到黑鸭组织的首领疑似就在江南，这山茶花是给您的挑衅。他想告诉我，哪怕我成了太后，在他眼里，我依旧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丫鬟。
传令下去，准备御驾。哀家要南巡，噩梦开始的地方，也该由哀家亲手把它掐灭。有刺客！阿渊，躲在母后身后。母后，阿渊，伤到哪儿没？快让母后看看。母后，儿臣没事。是黑鸦死士。母后，他们想让我们死，那我们就让他们死无全尸。阿渊，母后，皇叔不在了，从今往后，儿臣护着你，谁动您，我就剐了谁。太后娘娘，陛下年岁渐大，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伺候。这些是微臣精挑细选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保准能解陛下的乏。何大人费心了。何大人，微臣方才查了扬州仓储，发现为了买下这些礼物，你动用了去年修缮河堤的30万两赈灾银。沈大人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那是微臣自家的家产。去年扬州大旱，灾民易子而食，你却在家中养肥了这些姑娘，就为了今日献给陛下。本姓什么？民女本姓林，去年大旱，爹娘活不下去了，拿百姓的命换你的富贵前程。何进，你这官做的可真稳当。娘娘饶命，微臣只是想孝敬陛下呀。传哀家旨意，将何进公开处置，所得家产全部充公，分发给城外灾民。母后，处置的时候，儿臣可以去看吗？去吧。你要记住这些红色印记，记住了，才不会变成像他这样的人。阿渊，太后，此处荒废多年，恐有埋伏。本宫的命就是在这里丢了一次，今日本宫要把它找回来。这不可能！芸娘，你养的孩子味道可好？你以为你当了太后就赢了？你以为你疼了10年的阿渊是你的种？从你肚子出来的孩子还没死，现在就在我手里，日日受尽凌辱，而你养着的那个才是我江莹的亲生骨肉！住口！你想骗我？带上阿渊去断桥，只能你一个人来，否则我就让你真正的儿子死在你面前。阿渊不是我的孩子，江莹，你为了毁了我，竟然疯到这种地步吗？芸娘，你果然来了。江莹，收起你那些鬼话。我的孩子此刻正在行宫，由1000名禁卫军护卫。你手里那个，不知又是从哪儿找来的替死鬼。你真以为带给你的那个还是你的种吗？太天真了！当年江府大火，玄威杀进来救你，他哪里分得清哪个是你的，哪个是我的？看看他，看看这眉眼，再看看这胸口的烙印。奴，这不可能！
我把我的孩子给了玄威，让他替我当皇帝，享尽荣华富贵。而你的亲生儿子被我带进了黑鸭，日日受尽凌辱。你疼了10年的阿渊是我的种。既然你不信，那就陪你的亲儿子一起下地狱吧。阿渊，不！受死吧，妖后！我的孩子绝不会有这种眼神。影一，带回去，本宫要查清楚江莹到底还藏了多少惊喜。去，把陛下的血带过来。10年，我抱着仇人的孩子，叫了他10年的心肝。母后，您病了吗？儿臣做了您最爱的桂花糕。让他滚！传旨，封锁行宫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娘娘，这水有问题。微臣在瓷片边缘闻到了白矾的味道，白矾入水，血入其中，无论是否亲缘，都会迅速凝结，绝不相容。这是黑鸭的离间计。李嬷嬷，这水是你端进来的吧？太后饶命！是他们抓了奴婢的孙子，奴婢实在没办法呀。阿渊，母后告诉你，在这宫里，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心软，就是扑你自己的那把刀，全部拿下，一个不留，全部斩首。陛下，您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。太医说娘娘脱离了危险，您先去歇息吧。滚！阿渊，母后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别哭，你是皇帝，不能随便掉眼泪。儿臣不当皇帝了，儿臣只要母后。沈清舟，带进来。这些奴才，昨晚在母后受伤时，竟然想趁乱逃走。母后为我挡了一刀，那我就让他们100倍受罚。影一，按规矩，这些谋逆之辈该如何处处？回陛下，当按最高律法惩处。朕要让他们知道，这天下谁才是主子。嬷嬷，照顾阿渊10年，江莹到底给了你什么？让你在我的水碗里加白矾？娘娘饶命！他们抓了奴婢的孙子，奴婢实在没办法。沈清舟，查到了吗？回娘娘，黑鸭死事在扬州的据点已清剿大半，白矾是江莹亲手交给李嬷嬷的。既然江莹想玩狸猫换太子，想看我们母子生戏，那我们就陪她演一场大的。对外传哀家重伤不愈，昏迷不醒，这叫请君入瓮。母后，带下去，交给影一。本宫要他吐出江莹所有的藏身之处，再让他全家去地下团聚。江莹，你输了，你的黑鸭已经一个不剩。姨
娘，你以为你保住了皇位就赢了？你养了10年的阿渊，到底是谁的种？你真的清楚吗？玄威那个疯子，他骗了你！你说什么？剜心之痛，故人不敢忘。既然你想要真相，那就回京城去开棺验尸吧。阿渊，你小时候的事儿还记得多少？儿臣只记得母后带儿臣在冷宫挖野菜，再往前的全忘了。有刺客，是龙骑卫！云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说明你已掌握大局，然真龙入江海。滚开！都滚开！玄威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不是你的影子，我是皇帝，我是皇帝！阿渊，阿渊，你看清楚，我是母后，我是母后啊！母后，好香的味道。影一，备车，哀家要去见顾延之。太后娘娘，您比老臣预想的迟了半个时辰。要呢，开出你的条件。娘娘快人快语，这长生饮天下唯我顾家有，想要可以。第一，娘娘回京后必须正式下旨垂帘，稳住那些王公贵族。第二，交出御龙令。御龙令是禁军兵权的唯一批示。顾老好大的胃口，拿兵权缓药，你就不怕这药吃下去，大周变了性？这是第一计，可保陛下3个月神志清明。至于剩下的，娘娘，这药里有一味引子，需用赤亲精血连浇7日。若不是真龙，这药便是送他上路的毒药。娘娘，撕开先皇棺脚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若被发现，大周再无您容身之地。本宫的9族早就在冷宫里死绝了。开！没话，竟然没话！10年，我为了一个野种，在冷宫熬干了心血。云儿，当你开棺之时，便是我最后一次护你。此子乃罪臣之故，吾取之，待吾儿赴死。娘娘，那真正的皇子在哪儿？不重要了，只要他活着，阿渊就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挡箭牌，而我是这个计划里最完美的保姆。玄威，你想让我当一辈子的保姆，可惜你交出了最恨你的疯子。既然阿渊是假凤，那我就让他做这大周唯一的真神。母后，您在找皇叔留给我的药吗？阿渊，你怎么醒了？受了凉怎么办？母后身上有土的味道，还有皇叔最喜欢的檀香味。您去见皇叔了，对吧？没用的，皇叔死的那天，他就把最后一瓶药引当着我的面倒进了土里。你说什么？他知道我不是他的血脉，他教我杀人，教我权谋，最后却想让我陪他一起腐烂在土里。母后，您说，他是不是也想带您走？你是大周的皇帝，哀家绝不会让你死。可父皇留给您的密函里是不是写着，只要我不听话，您就用那瓶鸩酒杀了我？娘娘，扔下令牌，陛下的命就保住了，否则今日毒发，便是大神仙也难救。母后，杀了他们！顾大人说血气能治病，你快下令呀！
太后，臣在江南时曾许诺，定要保娘娘一世周全，东海归墟。杀掉了，都杀掉了！母后真厉害，顾大人，快把药给母后。阿渊，母后会陪着你，一直到我们一起下地狱的那一天。青州，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连离世都要给本宫留下这道难题。娘娘，沈大人在大营时曾有密信，言及沈家先祖曾为先皇秘密培养过一批暗卫，代号便是惊蛰。东海归墟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为何他离世也要说出这个地方？回娘娘，归墟卫队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0年前的东海行宫，那是娘娘产子的年份。据传那夜大火烧毁了一切，但归墟却从此消失在皇家编制，成了先皇手中一支专门负责影子计划的暗卫。所以，真正的皇子极有可能就被藏在归墟卫队的秘密训练营里。是，沈大人之所以能调动江南清流，也是因为他暗中掌握了部分归墟卫队的调动权。他殉职是为了不让顾延之顺藤摸瓜找到那个孩子。玄威，你可真是算无计策。既然他用命换来了这把钥匙，本宫就亲自去这归墟走一遭。我要看看玄威到底在这人间留下了多少活地狱。母后，您在看什么？阿渊，怎么还不休息？我闻到了，这屋子里有沈清舟那个故人的味道。母后，您还在找那枚归墟令，对不对？母后是在找那个真龙，对不对？江莹说的那些话，您终于全信了。您觉得我怪异，觉得我是个异类。阿渊，你干什么？母后，如果觉得我是假的，我现在就倒在您面前。可您别忘了，这10年来陪在您身边的人是我，冷宫里帮您抓老鼠的是我，江南为您挡箭的是我。那个所谓的真龙，他给过你什么？只要他不在了，我就永远是您的儿子。母后，把归墟令交给我，亲手毁了他，好不好？阿渊，母后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太后娘娘，如今四海动荡，内有奸臣余孽，外有蛮夷窥伺。陛下年幼，御龙令放在后宫，恐有不便。老臣叩请娘娘暂将兵权移交给兵部出宫，兵部统筹。顾首辅，难道顾大人觉得现在已经到了灭国的边缘？先皇之言固然要听，但太后娘娘似乎忘了，先皇更说过，外戚干政者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臣等复议。谁想要玉龙岭？是顾大人你吗？陛下，微臣这是为了大周的江山，毕竟一个随时会发疯的影子是护不住这江山的。您说对吗？沈家培养出来的001号实验捕。阿渊，阿渊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我的噩梦，还是玄威留给我的一场骗局？去沈府，哀家要亲自听顾延之说完。顾延之，你今天在殿上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阿渊到底是什么？娘娘以为沈清舟为什么会死？他不是死于贪墨，他是死于负罪感。他是沈家长子，也是那个影子计划最初的执行者。什么是影子计划？10年前，先皇病重，痴迷于沈家祖传的炼丹之术。只要这些孩子中有人能活过10岁，他的血就能成为先皇的续命良药。阿渊就是那批孩子里的001号，他是唯一活下来的。而先皇真正的儿子，早在10年前就被炼化成了一滩血水。所以，根本没有什么真龙。想救那个疯子皇帝，就得去拿真龙的命换。您舍得吗？原来全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谎言。好，
我就去这归墟走一遭，我要亲手毁了你的神迹。阿元，别抓了，母后给你上药。母后，我是不是很脏？顾言之说的对，我是一个怪物。母后，在那间暗无天日的沈家地牢里，最后都变成了药渣。我能活下来是因为我最狠，我掐死了那个想抢我馒头的哥哥，我喝了他的血，可我流的血从根上就是臭的。不脏，阿元不脏，错的是他们，是那些想当神仙的疯子。玄威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长持久安？用100人的命养1人的魂，每一口长生饮都是从这些琉璃缸里提出来的。我便要把这地狱彻底烧成灰烬。你终于来了，母后。闭嘴！不许叫他母后！只要您杀了他，取他的心尖血喂我，我会是这世上最完美的君王。完美的君王，玄威费尽心机，就是想制造出你这样一个没有心的怪物。我不需要什么完美的君王，这大周的江山既然已经烂透了，那就跟我一起沉入这归墟之底吧。娘娘，快走！顾言之的船到了，3000精兵已经包围了孤岛。阿元，别怕，这一次我们都不做棋子了。现在我们要去拿回归言之欠我们的命。母后，扔下我，你自己走，我不值得。闭嘴！你既然叫我一声母后，你的命就是我的，我不放手，阎王也带不走。娘娘，您这一把火烧掉的是大周的长战久安，把那个完美的真龙交出来，老臣保你们母子平安。长战久安，顾大人，你想要的是那个完美的傀儡吧？玄威算计了一辈子，他以为我会为了皇权牺牲一切，但他忘了我也是个人。玄威，你的神迹我烧毁了，现在我们要去拿回归言之欠我们的命。顾相爷正满天下找那逃走的妖猴呢。阿元，你醒醒！沈家要员老奴苏木参见太后娘娘。大公子沈清舟临行前曾命老奴给娘娘留了一条活路。怎么救？只要能救他，哀家的命拿去也行。娘娘救不了，这孩子流的是沈家3代炼出的特殊血脉，想要彻底好转，必须寻到一个血缘相近之人的心头精血，分7日换入他的体内。血缘相近之人，沈家已满门抄斩，去哪里寻？换，只要他能活。换血之法，需连取灵犀姑娘7日心间血。灵犀姑娘天生体弱，这7日之后，恐怕命悬一线。沈姑娘，你哥哥沈清舟为了我们已经死在刑场，哀家若再取你的命，与那玄威何异？我哥哥曾说，沈家炼制的每一滴长生饮，是沈家造的孽。云娘娘，沈家造的孽，由沈家了结。我不换。阿元，别胡闹。母后，我想做一个男人，堂堂正正的护着你，而不是要靠沈姐姐的命来续。你若没了，我哥哥的牺牲便白费了。这大周的江山，总得有一个懂人心冷暖的人去做。
你叫沈归墟，不叫001号。苏老，动手吧，为了大周，为了我哥哥。顾相爷有令，只要带回那母子2人，赏金1万两，拿下！除非我死，否则没人能踏入此门一步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做影子了。我叫沈归墟，是太后娘娘的儿子，也是这大周最后的审判者。承天警命，先皇已去。承天警命，先皇已去。新帝承大统，乃顺应天时。今日祭天受命，保我大周永固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首辅大人英明。顾大人，这天命，你承得起吗？太后，是太后娘娘回归了！大胆！此乃祭天圣地，何人在此喧哗？来人，将这个冒充太后的逆贼拿下！顾延之，你杀害先皇，密摄归墟，残害大周数百幼子，这些证据在天下人面前，你藏得住吗？你想造神，想造出一个永恒的傀儡来永固你的顾家，可你忘了，这江山是百姓的，不是你顾延之用来炼丹的炉瓶。统统给老夫杀光！谁杀了这个女人，老夫封她为万户侯！顾大人，你制造了我，却忘了告诉我一件事：这世上真正的君王不是练出来的，而是杀出来的。沈家旧部何在？归去卫队何在？末将参见圣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怎么可能？你没换血，你该死在归墟岛！我教了你10年如何成为神，却没教你如何成为归轩。你选了最没用的那条路，人性是弱点，是致命的毒药啊！因为做人，才会有想保护的东西，有了想保护的人，我才会是这江山真正的盾。阿渊，母后，剩下的交给儿臣。拿下！玄威，你赢了这天下，却输了人心，而我赢回了我的阿渊。顾家的那些小辈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主犯已诛，从犯发配。皇叔曾教过我，先辈恩怨，非无辈之罪。朕想给这大周留点读书人的种子，不想再造杀孽。你真的长大了，阿渊，不，归墟。母后教我什么都好，只要母后还在，这天下才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哀家今日便会下旨撤帘。这江山是你皇叔用命守下来的，也是灵犀用血换回来的。你要做一个明君，不为任何人，只为你自己。儿臣明白。儿臣要做这大周最清明的日，照亮那些阴影里的死角。青州，你看，你的牺牲没有白费。玄威，
虽然阿渊不是你的真龙，但他活成了你最想成为的模样。这大周终究是有了真正的光。母后，今日儿臣猎了头白鹿，给您贺寿。好，好。玄威，阿渊做到了。大周现在很好，比你我想象的都很好。你说的生同亲，死同穴，你一定做到。